好，现在我们进入第7篇，专门讲肺。这一章节呢，包括了肺脓疡啊、肺虚肿啊，这个肺萎缩啊，甚至于肺癌，肺炎，通通在这个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包括我们怎么去治疗它，怎么样去分辨，怎么去辨证，处方怎么下手，通通在这一篇里面通通会提到。好，首先呢，看，什么叫做肺萎？就是萎缩掉了。好，热在上焦者，因咳为肺萎。所以肺萎之病呢，从哪里得到呢？他回答了有的肺萎呢是从汗流太多，津液伤到，或者是呕吐，吐太多津液伤到，或者是消渴，就是喝了水还是口渴，不能止渴，小便太多都是失掉津液，或者从大便难、大便干燥，大肠的大便干燥，大肠和肺是表里的，所以你如果大肠干的话，肺也跟津液也伤到，或者呢会被快药下痢，就是你本来有便秘，然后攻坚的药攻下去以后太快了，你还是伤到津液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重亡津液，肺里面的津液没有了，这叫做肺萎。所以你随时要保持肺里面要有津液，这是中医的观念。那你如何去看脉呢？寸口的脉就是阳脉，就是胸腔的脉，胸阳的脉，非常的肃是代表很热，其人有咳嗽，口中凡有浊唾言沫，这就是肺萎的病。所以肺萎的病呢，吐出来的痰呢是浓痰，比较浓痰，这个不会很稀，比较黄浊，这是肺里面太热了，太热造成这样子。那这个痿症的来源呢？痿了。经方和温病派呢不太一样。如果说有一个病人呢，原来只是咳嗽，可是呢碰到温病派很喜欢说阴虚，对不对？你把咳嗽当阴虚来治，开了滋阴的药一下去以后，造成肺萎。所以肺萎是可以制造出来的。所以你哪天这个人生乏味，你觉得这个太无聊了因为咳嗽你找温病就看看，到头来就是变成肺萎。那就是这种情形。所以这个滋阴的药不要用它，不要用它。等一下这个少掉一段，对不对？前面讲过，这个肺萎之病呢，口中呢就是有燥咳，不断的一直咳嗽，胸腔隐隐作痛，这个隐隐痛很重要。临床上你在看病人有肺癌的时候，癌症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定义为阴实，肺是阴嘛，里面有实。这个的时候，它的痛呢是刺痛，非常的刺痛，而且这个刺痛呢是持续的，实证嘛。这里呢咳嗽，但是呢隐隐作痛，这个非常非常可以肯定，因为我们临床上看很多。那肺有问题的时候，早上凌晨呢很准时，3点钟醒过来，5点钟以后才能睡。同时呢，肺有实症的时候，他这个痛是持续的，病人呢一定兼着下痢。你问他说你大便好不好啊？一天20几次。他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算清楚多少次了，因为肺上面有问题的时候，上虚不能治下，不能控制大肠，肺跟大肠是表里，所以肛门口是开到的，所以有食物的残渣、潮薄一到直肠这边就下痢，这样子。
所以说这个隐隐作痛，当你有隐隐作痛的时候，不要紧张，好，还不是肺癌，好，这个很好治。这个时候呢，这是肺痈，就里面化脓了，好，化脓了。那脉是滑数，数的脉就代表里面很热啊，好，滑数。这个滑呢是很多浓痰，好，咳唾脓血咳出来。脉数虚者为肺痿，数虚就是虚热，啊，因为里面津液不够了，产生就是虚，虚产生的热就是肺痿。数呢实，好，脉是数，而且是脉很实，就是里面化脓了，好，所以一个是虚热，一个是实热，这两个不一样，处方也不一样，好，处方也不一样。再继续问，一个人病人有咳逆、咳嗽，好，脉之呢，何以知其为肺痈？好，当有脓血吐之者死，其脉当何？好，这个用脉诊，好来看，好，这就回答刚刚的问题了。他说：“你这如何用脉来看它呢？好，春口脉浮而肃，浮则为风，肃则为热。好，所以这种都是风热。好，里面胸腔里面非常的热。那热伤于血脉，风摄于肺，这个人咳嗽的很严重，哈，口干喘满，咽燥，这个喉咙呢非常的干燥。这个不可多吐研末，为什么会不可？哈，如果病人有渴的时候。”哦，还没有很严重，等到不渴的时候，代表你肺里面津液很多，而且脓很多，已经不渴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治症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西医，他看不到的时候问病人说，病人说医生我可不可以吃饭了？你有没有放屁啊？放屁了啊，可以吃饭了。中医在治症的时候，哎，你原来不渴，吃了以后现在渴不渴？哎，我很口渴，哎，正常人会口渴的啊。好。你了解我意思啊？但是口渴不是说你一直渴啊，好，这个你喝了水还喝了100杯水还是什么口渴，那是你消渴。可是呢，原来不渴，你要治到渴，是病情在好转的中间。好，这时候里面有化脓了，常常会震寒。化脓出现的时候，反而会怕冷。为什么？因为阳往外走了，里面寒，好，反而会冷。好，那。这个脓继续在这个痈脓呢吐出来如米粥，刚开始可以治，脓成则死，好，就是到后来就是肺癌，可能是肺腺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 anyway， 但是我们不管它。那每一个阶段，包括热咳，包括虚热，包括实热，包括化脓疡，好，尚未化脓疡，准备要化脓了，还已经化脓了，我们的处方通通不一样。好，下面就会有一系列的跟诸位介绍。好。那到了吐如米粥的时候，看到吐入这个痰一咳出来，就好像稀饭，真的像稀饭了。还有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的白色在里面，就好像稀饭一样。好，那你说老师这个人是这个龙成则死，那就死掉了。好，你不能你说那死掉就把他赶出去也不行啊。啊，还是要开处方。好，还是要开处方。好，一个人呢。上气，好，就是呼吸很短，好，脸是肿到的，间隙，好，大家记不记得？好，你看其脉浮大不治，好，一加力尤甚，这个是什么？哈，里面已经急虚了。大家在念《伤寒论》的时候，少阴篇，好，少阴篇里面呢有提到一个条辩，席高则死。好，少阴篇也提到，肩膀肩息就是要呼吸哈，要肩膀要动来动去，想尽办法把肺打开来，然后才能呼一口气，就是席高，这个很危险。好，那里面是急虚了，你看脉浮大，好不治，又有再加下力，本来呢已经好津液没有了，这个是这种哈，阳已经脱掉了。当你阳不足的时候，本身肺呢，胸阳的地方，好，所以阳不足的时候，阳就是动能，它因为动能没有了，它就必须要用肩膀去摇动它，好来辅助它来呼吸。所以这个症状我们看了间息脉浮大，在少阴篇里面讲的就是阳脱了，再加上下利阴脱了，
阴阳都脱了，对不对？就死掉。好，这已经死得很快，就好像那个人被吊死了。好，这个大小便好跑出来。好，这就是形容很危险的。好，看到人家有这种情形的时候，要注意。好，病人就差不多了。上气喘而燥者，此为肺胀。好，欲作风水，发汗则愈。这个最容易治疗。好，这种发汗呢，好就可以治疗好。一般来说，肺气肿，比如说我们开处方，我们很有名一个处方呢，叫做月杯。啊，月杯汤加半夏，这个是肺气肿，肺气肿。啊，肺气肿。这个处方快到什么程度？汤剂都不用吃，那个粉拿起来，好塞这个那个汤小那个药池药房做的那个，好他们附送你买那个科学中药，他会送你一个小药池，啊拿个3次吃下去，当场喘就去掉了，好这个肺气胀就没有了。这种喘而燥者，这种发汗就好，在临床上看到最多的就是抽烟抽到后来肺胀、肺气肿。好，那如果你戒烟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到呼吸会不好呼吸，这个时候吃这个月杯汤加半夏。好，那今天我会介绍到后来我们会介绍皂荚丸，到时候开个处方，好戒烟方。好，那我开下来呢，要不要戒烟是你的事。好，基本上我戒掉了。好，我恨死了，好不容易戒掉。好，这个讲的就是这个处方。好，肺痿吐盐沫而不咳者，其人不可，必遗尿。这就是里寒。只要吐盐沫出来，白色的盐沫不是浓痰，又没有口渴，代表肺加的寒症，一定会遗尿，小便会平数。好，小便数不是代表量很多，而是次数很多。好，量很少，这是肺加的寒症。好，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治下也，此为肺中冷。肺中冷的时候，一定会有头昏眩，好，盐沫，口水会比较多。那甘草干姜汤来温之。好，如果是吃了甘草干姜汤，吃完以后口燥渴，这是属于消渴。消渴呢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上消。上消的肺里面消渴的时候是可饮千杯，不能止渴。中消呢是肠胃好，肚子很饿，饥饮百碗，吃1百碗饭呢还是不能解饥。下消就是我们的贵妇82丸症，就是不能行房事。好，那上消跟中消呢，诸位可以用白虎人参汤做加减。好，这里讲的是肺寒、肺中冷的话，我们用甘草干姜汤。干姜本身呢是辛辣的，好，辛辣的入肺，好入肺。那这个好，甘草干姜汤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处方，好，就是专门治疗肺寒的一个处方。好，诸位这样看没有问题吧？好，很简单，不渴嘛，好，就是已经可以知道了，盐沫是白色淡白的，好，如果是肺里面热的话，是含的颜色会变成浓稠黄，而且呢，病人会燥渴，舌苔呢会比较黄。